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误入前任婚礼，大家都以为我还是那个穷的叮当响的奶茶妹许青竹，你该不会是来抢亲的吧？同学对我轮番羞辱，前任用我抬高身价，新娘向我炫耀家底。其实我只是来看看我刚收购的酒店。敬酒时，前任引以为豪的老丈人把腰弯成90度。许总，我们那个项目您可不可以再考虑一下？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明晚天际礼堂的婚宴，每桌再加个龙皇夜宴吧。我坐在酒店大堂里，边翻菜单边对电话说，一个惊讶的声音在身旁响起，青竹，真的是你，你竟然来了。许久不见的舍友朱婷熟络地挽住我的手臂，跟他一起来的还有几个同学。许青竹，你该不会是来抢亲的吧？王峥戏谑地说。王峥是前任的好兄弟，我们也曾经算是朋友，只是分手后我和他就没联系了。没想到啊，大家在群里艾特你多少次你都装死，原来你是闷声干大事啊！我挂掉电话，不动声色地抽回我的手，疑惑地问，什么抢亲？决定和过去告别后，我没再登过 QQ。 呵，别说你不知道，赵佳玉今天结婚。当年和我最不对付的秦心鄙夷地看着我，我还真不知道堂妹明天结婚。我来这里主要是参加她的婚礼，顺便看看酒店。上个月美股期货全线崩盘，客户投资失败，急需资金周转，忍痛把这家酒店卖给了我。你不知道，你来这干嘛？这不是你这种在温饱线挣扎的底层人民能来的地方。哎呀，同学一场，少说两句吧。班长拍了拍他，递去一个看好戏的眼神。不知道就不知道吧，大家难得见一次，就当是同学聚会了。许青竹，你要现在临阵退缩，那真就说明你对赵佳玉余情未了。我知道他们想看我的笑话，这些年在华尔街摸爬滚打，什么牛鬼蛇神没见过，他们充其量是小学生耍嘴炮，来都来了，我倒要看看是谁看谁笑话。几楼啊？56楼。秦心说着按下电梯。哇，那岂不是跟天际礼堂很近了？听说这里是层高越高消费越高，这一场婚宴下来得多少钱啊？100个 W 打底吧。重点不是钱的问题，52楼以上的餐厅至少得提前1个月预定，食材都是空运的，没点实力都轮不到你定，更别说要在这里办婚宴了。许青竹，要不是佳玉结婚，你这辈子都没有机会进来消费吧？电梯里，众人笑作一团。秦心斜了我一眼，阴阳怪气道，得亏我们默默是富家千金，家里跟酒店有生意上的来往，这才在国庆这种黄金时间定到这里。赵佳玉这回算是选对了，我只觉得好笑。这话说的好像今天在这里结婚的是你一样。秦心跟我之间其实并无过节，他和我不对付的原因不过是当年他喜欢赵佳玉，而赵佳玉喜欢我。今天结婚的确实不是我。他高高仰着头，骄傲地说，我是明年元旦也在这儿，到时候会给你发请帖的。原来是给我送钱的啊。对于顾客，我一般是非常有礼貌且有修养的。那谢谢惠顾。众人看我毫无反应，顿觉无趣，便换了话题。而我那粘人的霸道小狼狗又给我发消息了，我也就回来几天而已。他刚忙完手头的事，就说要来找我。朕登基了，我忍俊不禁，回了个顺毛的表情。许青竹，你笑什么？秦心怒视着我。我200平的大平层，背贷款不正常吗？你又住在哪里啊？不好意思，
我刚是在看手机，我解释道：“对哦，你房子买在哪儿啊？咱这么久没见了，有空可以约出来玩啊。”朱婷问。我没打算在这里买房，我从小就没有父母，养大我的奶奶也去世了，只剩下一些亲戚在这里，一年到头也回来不了几天。何况现在我还有个酒店，吃住都有人照顾，傻子才买房。你是真没打算买，还是假没打算买啊？刘婉莹揶揄道。她是秦心的跟班，每次我被人嘲笑，都少不了她的手笔。不买房呢？你现在住哪？朱婷一副十分担心我的样子，我不想跟这些无谓的人透露太多我的事，便回答：住这里啊。她轻叹一口气，无奈地说：我当然知道你住在这里了，我的意思是住在这里的哪里，你就别为难他了。有人出来打圆场，听他们的口气，是认定我没有钱买房了。这时，毫无感情的电子音响起，56层到了。远远的，我看到了在前厅迎宾的赵家玉和顾墨。几年不见，家玉这小子还是这么帅，救命！顾墨的婚纱好好看啊，她看起来就像个公主。一个穿粉色丝绸礼服的伴娘路过，看了我两眼后接话道：默默本来就是公主，6位数的婚纱能不好看吗？这时朱婷看向我，悠悠说道：青竹，你应该放下家玉了吧？你和顾墨差太多了，好看不能当饭吃，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现实，早就是过去式了。伴娘停下脚步，回头深深看了我一眼，随后匆匆往迎宾处走去。他在顾墨的耳边说了什么，顾墨一下变了脸色，扭头看向我。赵家玉不明所以，顺着他的目光看了过来，他怔怔地看着我，意外里带着些许惋惜。走近后，众人纷纷从口袋里掏出红包。这时我这才想起来，国内参加婚礼是要随礼金的，我是临时被叫来的，自然没有准备红包。看我没有动作，那个伴娘面露鄙夷之色。你不会是打算来白吃白喝的吧？空手确实不太好，但我身上真没有现金。我想起刚才给堂妹换下的波龙，当即有了主意。抱歉，我临时来的，忘了准备。这样吧，我给每桌加个菜，就当随礼了。话音刚落，不知道是谁发出一声嗤笑：加什么菜？青菜吗？朱婷怜悯地看着我：青竹，你知道这里的菜有多贵吗？即便是青菜，这么多桌也要好几千呢。你要没带钱的话，我可以借你。行了，许青竹。班长走过来，拍了拍我的肩：刚才不是说过了，这里的菜是需要预定的，不是你想点就能点的。我们知道你过得不容易，你那份，我这个做班长的帮你给了吧。真不用。我招手叫住路过的服务员：麻烦菜单给我一份。顾墨的家庭条件相当优越，该有的硬菜一个不落。波龙重复了，不能用的话，每桌加个凤凰展翅吧。跟你们郑总监说记我账上。刚才通话的时候，我记得他说刚到一批高档食材。服务员犹豫地看着我，不确定地问道：您是？许青竹，你跟他说就行。姑娘，别理他，他瞎说的。秦心对服务员摆摆手：瞎说？可是我们总监确实姓郑啊。服务员挠挠头，茫然地看着我。刘婉莹噗的一声笑了出来：行啊，你还提前做功课了啊？你知道凤凰展翅多少钱一份吗？这里摆了50桌，一会儿你有钱给吗？我没理他们，对服务员说：我怎么说的你怎么做，去吧。怎么说的怎么做。他挤眉弄眼地复述我的话：你以为你是这里的老板啊？对啊，我是。怎么了？在场的人先是一愣，接着哄笑起来：哈哈哈！秦心夸张地捂着肚子：你是老板？那我还是马斯克呢，你疯了吧？
装逼装到这儿来了。刘婉莹嫌弃地说。王峥皱着眉看了我一眼，又向赵家玉看去。青竹，你不用这么勉强自己。赵家玉终于说话了。我知道你对我的感情，过去的事是我不对，但那都已经过去了。你人来就行，祝福我收到了，礼不礼金的其实都无所谓。顾墨瞪了他一眼，接着对我挤出一个笑容。是啊，你不想随礼可以不随。我这个婚礼光布置就花了几十万，加上其他的100来万是有的。我不会跟你计较这点小钱的，过去的事都过去了，我也没想跟你们计较。但我真的也是刚刚才知道你们要结婚，所以没有来得及准备。我解释道。围观的人渐渐多了，连隔壁厅的客人都走过来看热闹。够了，许青竹，差不多得了。赵家玉说。这么多年过去，没想到你还是老样子。我知道你放不下我，但我马上要跟默默结婚了，这里是我的婚礼，麻烦你不要再闹了。再这样下去，难堪的是你自己，何必呢？赵家玉沉着脸说。顾墨扬眉轻笑，你可能不知道，我从小就跟着 Daddy 出席各种商务宴请。成排的上号的老板可以说没有我不认识的。这里的老板姓周，40多岁了，这只是他名下诸多产业之一。听爸爸说，前2年到美国玩金融了，根本不在这里。其实周全的产业已经卖了大半了，要不是他不听我的，非要加杠杆，也不至于血本无归，沦落到要变卖产业的地步。但这是客户的隐私，我不能透露。秦心嘴角勾起一个讥诮的弧度，说谎也要打个草稿吧？装逼装到人家熟人面前来了，笑掉大牙。好了好了，班长出来打圆场，这事就到这里，咱先进去坐，别耽误了吉时。是不是真的待会儿上菜不就知道了吗？朱婷拉起我的手，走走走，先进去吧。好些同学都在等着了。这个时候，我其实很想甩掉他的手，掉头就走。但转念一想，我就这么走了，不就等于默认我是来大闹婚礼的吗？路过我旁边时，刘婉莹歪着嘴轻蔑地笑道：“牛皮吹得那么大，看你等下怎么收场。”这时，一个惊讶的声音响起：“许青竹，你什么时候从美国回来的？”说话的人是崔浩，班里的边缘人物，因为常年翘课在外面搞地下乐团，跟谁都不熟。没多久，我答道。众人一边窃窃私语，一边落座。不是吧？他怎么去的美国？难怪看上去跟以前不太一样了。他说的会不会都是真的啊？怎么可能？人顾墨都说不是了。他说的要是真的，我今晚给他跪下敬酒，叫他姑奶奶。崔浩，你俩在美国见过？班长问。崔浩眨眨眼，玩世不恭的笑笑。对呀，在费城一家餐厅里见过。那时候他还只是个小服务员呢。哟，去洗盘子啊？我还以为去卖奶茶了呢。秦心轻蔑地看了我一眼。你别说，你还真别说。去那边卖奶茶，搞不好还能发家致富呢。上大学时，我在学校的奶茶店兼职赚生活费。店长说我人缘好，同学经常来捧场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们不是来捧场的，是来秀优越的。所以青竹，你现在在做什么啊？朱婷随口一问。什么都做点。我的老本行是证券。回国后开了一家风投公司，现在又多了这个酒店。奶茶也做吗？有人问。做啊，我投的第一个项目就是一个新中式奶茶品牌，现在在各大城市已经形成了网红效应，预计明年初就能上市。笑死，刚才又说是这里的老板，你还真是吹牛不打草稿。秦心撇撇嘴，不冲突吧？崔浩饶有兴致地看着我。徐总业务涉猎可真广啊，不是说好不提这个了吗？班长嗔怪道。
说完，他又问我：“青竹，你这衣服版型好好，哪个牌子的？能给我个链接吗？”“没有链接，在店里买的。”我回答。“徐总的衣服怎么可能有链接？是吧，徐总？”崔浩揶揄道。“哎，这衣服有点眼熟啊，怎么那么像蒂家今年的秋冬秀款啊？”朱婷捂着嘴，露出诧异的表情。“你不会又买山寨了吧？”我跟赵佳玉第一次闹不愉快，是给他过第一个生日的时候，他在 KTV 开了一个包厢，叫了一些同学和朋友，在众人起哄下，他打开了我的礼物，那是一条围巾。那时候的我不懂得什么大牌小牌，只是觉得他戴上一定很帅。没想到那围巾竟然是某个奢侈品牌的山寨版，哇塞，嘎嘎呀，哈哈哈哈！有生之年竟然还能看见 Gucci 多了2条腿，笑死！赵佳玉，你带着出去走一圈，我给你500。那天他对我发了很大的火，后来我再也没有买过带明显 logo 的衣物，哪怕是现在条件好了，我也会下意识避开。秦心满脸讥笑，都不知道你是没见识才买的山寨呢，还是故意买来装模作样的？不知者无罪吗？青竹也是不知道。班长又打起了圆场，我也不知道呀。要不是你们几个识货，谁知道他穿的是山寨呢？会场的灯突然暗了下来，婚礼进行曲响起，接着新人宣誓、交换戒指。看看顾墨手上那颗鸽子蛋，某些人怕是一辈子都摸不到吧？知道赵佳玉为什么选他吗？人家随手扔个包就顶你冲1年奶茶，以为自己是白月光想来刷存在，结果啧，丢人现眼。崔浩靠在椅背上，一脸玩味地敲了敲桌子。“徐总，这你都能忍？什么时候让他们看看你的实力？”我斜了他一眼，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大。我跟崔浩是老朋友了，他的音乐工作室是我还在沃顿上学时投的第一个项目。秦心不屑地嗤了一声，话音刚落，刚才下单的服务员小姐走到我身旁，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集在我身上。“不好意思，郑总监说玉翅和那批波龙刚被其他客户预定了。”服务员说。“这么快？还有什么可以点的吗？”他面露难色，除了一些普通食材，剩下的都是明晚要用的。如果您愿意，算了，你去忙吧。那些是堂妹结婚要用的。我从小就没了父母，是奶奶把我带大，大伯一家对我还算不错。奶奶去世后留下一笔存款，他们一分没要，都给了我。哈哈哈，这就是你的实力吗？装得太厉害了，我差点信了。哎呦，老板怎么连盘菜都上不了呀？秦心捂嘴笑了起来，不会是在梦里当的吧？服务员配合的还挺到位啊，你们这演技比偶像剧还浮夸。算了，赶紧吃饭吧。刘婉莹模仿着我刚才和服务员说话的样子，走出这个门。以你的条件，以后怕是很难吃上这么好的菜了。哦，不对，我结婚的时候你还能来蹭一次，我允许你不随礼。他们笑得前俯后仰，连隔壁桌的人都看了过来。这时候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周全发来的短信：“徐总，今天入住体验如何？我朋友那个项目，再考虑一下吧，给年轻人一个机会。”周全前段时间给我发过一个奢侈品折扣交易平台的项目，但我不看好，给拒了。屏幕亮起来的瞬间，朱婷看到了我的屏保，那是谢怀洲自己设的大头照。他说要让我一拿起手机就被他帅到。青竹，你手机屏保好帅啊，有点眼熟，是哪个明星啊？不是明星。这话要让谢怀洲听见，又得吹上几天。想到他那又傲娇又不要脸的样子，我忍不住扬起了嘴角。是我男朋友哟，男朋友有多帅啊？
让我们开开眼呗。刘婉莹，我回完周全的短信后，直接把手机关掉，放进口袋。为什么要给你们看？怎么不敢给人看啊？见不得人，还是说又是假的？怕被我们拆穿？秦心冷哼一声，对朱婷说：“指不定就是拿什么网图来冒充的，所以你才会觉得眼熟。一会儿又是什么总，一会儿又是帅哥男朋友的。今天我算是见识了，什么叫出门在外，身份啊，都是自己给的。这里谁不知道你什么条件啊？装来装去的，有意思吗？”我笑而不语。在我眼中，他们就像小丑一样，卖弄自己的丑态，博人发笑。只有无能的人才会以别人的失败和痛苦为乐，这样他们同样失败的人生也就显得没那么难以接受了。赵家玉和顾墨身后跟着一群伴郎伴娘，浩浩荡荡地游走在宴会厅里。很快，他们来到了我们这桌。顾墨换下繁琐的婚纱，穿着一套重工刺绣的粉色敬酒服。只见大家满脸堆笑，举着酒杯，嘴巴抹了蜜似的吹捧。这排场，这气度，家玉真不愧是我们学校的风云人物啊！默默今天也太美了吧！赵家玉，你小子赚大发了你，终于给你吃上好的了。郎才女貌，才子佳人，绝配！祝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有些人啊，厚着脸皮来，这下要被气死喽！赵家玉嘴角微扬，故作谦逊地摆摆手，运气好罢了。顾墨挽着他的手臂走到我面前，说来还是得谢谢你的成全。他对着我举起酒杯，优雅地晃了晃，举手投足间满是胜利者的姿态。感情是两个人的事，你应该不会怪我吧？当然。我举起酒杯，主动碰了碰他的杯子。我还要谢谢你，谢谢你们。刚上大学不久，赵家玉就向我表白，因为家庭条件不好，我性格内向又自卑，他是众星捧月的校草，不配的感强烈的，我还躲了他一段时间。最后，我被他的阳光和真诚打动，答应了他的追求。可不同的三观和生活习惯让我们产生许多矛盾。简单来说，他嫌我给他丢人。后来，顾墨在明知道我是他女朋友的情况下，对他发起猛烈追求。富家女自带光环，赵家玉劈腿了。作为前女友，我自然被顾墨当成眼中钉。体育课上，他说手链不见了，倒也不是多贵重。只是那是爸爸送我的18岁生日礼物，对我来说有不一样的意义。我大大方方地让他们检查我的包，结果那条带钻的梵克雅宝当众从我的包里掉落。天啊，许青竹是小偷，也难怪了。这条手链好贵的，拿去卖二手也能换他1年的生活费了吧？惯犯了。之前他还偷过朱婷的衣服穿呢。看在同一个宿舍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份上，朱婷才帮他说话的。顾墨吃惊地看着我，我知道你家境不好，但没想到你会做这种事。你要是有困难，可以跟我说。偷东西是不对的，我没有偷东西。当时的我甚至不知道那条看起来没什么特别的小链子价值几何，又怎么会想着偷呢？因为这件事，我不仅被取消了评优奖学金，奶茶店的兼职也没了。嫌贫爱富是大多数人的共性。顾墨出手大方，经常请客组局。为了讨好他，其他人便拿我当头名状。和赵家玉分手后，我被所有人孤立。大3那年，奶奶去世，失去了精神支柱，我再也撑不下去，最终选择退学。后来每一个艰难的日夜，这些话在我的脑海里反复回响，像鞭子一样鞭笞着我，一刻也不敢松懈。在一定程度上，没有他们，也就没有今天的我。我早就释怀了，希望你能遇到比我更好的人。赵家玉故作潇洒地扯了扯领带，其他人连忙吹捧。
怎么可能？你已经是天花板了好吗？又高又帅，还事业有成，打着灯笼都找不到。就算有，谁还能看得上他呀？真当人是傻子，定向扶贫呐！我要是男的，我肯定也喜欢顾墨这样的，相貌好，身材好，条件好，360度无死角。顾墨莞尔一笑，别这么说，人家青竹长得还是很漂亮的，也就只有那种中年啤酒肚、地中海的暴发户会喜欢。对哦，思路打开，漂亮其实是能当饭吃的。许青竹，同学一场，别说咱没有提点你，只要你够放得开，不愁没有好日子。刘婉莹阴阳怪气地笑着，秦心回头看了一眼会场，要不你就趁现在找吧。默默的婚礼来了不少叔叔伯伯，总有几个是单身的吧？又是一阵爆笑，众人笑够后，一个快笑到岔气的声音才突兀地响起：“崔浩，你笑什么？”班长问。崔浩自顾自喝了一口酒，放下杯子：“许青竹不都说她有男朋友了吗？你们就不好奇是谁吗？”崔浩，我皱眉示意他不要再说了。我和谢怀洲还没有公开，即便我现在已经累积了不少资产，顾墨家这种中小规模的单一产业公司，闭着眼睛都能扶起几家的，我已经不放在眼里。但在谢家那样的百年巨物面前，我只能算小打小闹，他们会不会接受我还是个未知数。和谢怀洲在一起之前，我早就做好了分手收场的打算，但我目前还不想分手。难道是你？秦心的眼神变得怪异起来。我倒想是。他干笑一声，没再往下说，而是扯开话题：傍大款谁不想啊？赵家玉不就是吗？赵家玉的脸色顿时难看起来。默默，家玉，聊什么呢？这么久，你们表叔表姨等你们很久了。一个50岁左右的中年男人走过来，拍了拍两人，跟同学叙旧呢，就来。顾墨挽着男人的手臂撒了个娇：“是默默的同学们啊，你们好。”他随意一扫，目光骤然在我身上停下。许总，所有的喧闹此刻皆数消失，在一片目瞪口呆中，中年男人回头拿了一个干净的酒杯，自己倒上一杯酒，朝我走过来：“许总，您怎么会在这里？”他客气地笑道：“看样子他是顾墨的爸爸，但我并不认识他。您是？”“我是顾远，周总的朋友，有幸看过您和他的合照，没想到您比照片还要出众，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啊。”他把腰弯成90度，用杯沿碰了碰我杯子的中下部，然后一饮而尽。“那个折扣平台的案子，他应该给您看过了吧？”顾墨的脸色像烧了几十年的锅底一样黑。“爸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她就是个奶茶妹，家里一穷二白的。”“对啊，爸，你看错了吧？”“怎么可能？”赵家玉难以置信地看着我。“有你们这样说话的吗？”顾远呵斥道。“给徐总道歉。”所有人的眼睛瞪得都快掉下来了，场面一度静止，除了一脸幸灾乐祸的崔浩。反应过来后，顾墨咬着嘴唇，涨红了脸。见他俩迟迟没有动作，顾远恨铁不成钢地说：“那个平台还想不想做了？原来那个项目是赵家玉的。”“不用了，顾总，出于礼貌，我把杯中酒干了。”“周总没跟您说吗？那个项目我们不打算投。”赵家玉和顾墨刚变红的脸瞬间又变白了。“你这是公报私仇！”顾墨不甘道。赵家玉的表情瞬间微妙起来。“青竹，我知道你当年有多爱我，现在就有多恨我，但你不能看都不看，都就否定。你想多了。”我打断他：“不是，我没听错吧？许青竹竟然真的是这里的老板。”班长倒吸了一口冷气，朱婷嘴角抽了抽，强行挤出一丝笑容：“青竹啊，我没想到你现在发展的这么好，
我想起来了，之前佳玉说他做了个项目，被投资人看上了，很快他就能做上市公司的老板了。原来这个投资方是许青竹。王峥震惊的嘴巴能塞下一个鸡蛋，秦心的脸色青一阵紫一阵，鼓着腮帮子恨不得把牙都咬碎。奇怪的气氛让顾远直皱眉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顾墨难堪地把头别向一边。赵佳玉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我。没什么，小事。我放下酒杯。顾总，我今天来参加婚礼也是临时起意，没什么准备。这桌酒席免单，就当是我的随礼了。我可没有来蹭吃蹭喝啊，哪儿的话呀？许总您能来，已经是小女莫大的荣幸。他又给自己倒满了一杯酒。我这个女儿从小就不懂事，干啥啥不行。要是哪里对不住您了，我给您赔个不是。您大人有大量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我要是计较，您就不是在这里看到我了。我的话让顾远怔住了。我笑笑，我还有事，就先告辞了。祝两位百年好合。等等，赵佳玉，你在干什么？顾墨双眼通红，瞪着他大喊。我看着自己被赵佳玉抓住的手，眉头紧锁。放手。他先是一愣，然后闪电般松开。青竹，赵佳玉眸光微动。你什么你算个什么东西？熟悉的嗓音透着凉意，让整个宴会厅骤然一静，所有人的目光都不由自主地投向我背后的声音来源。男人逆光而立，黑色西装勾勒出他宽肩窄腰大长腿的完美身材，微凸的眉骨下深邃的双眼透出凛冽的寒意。谢怀洲，他下午不是刚登基吗？整个宴会厅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看着这宛如天神下凡般的男人。画面静止了几秒后，突然有人惊呼，这不是之前被拍上热搜的那个演员赚得太少了的神颜帅哥吗？他是有多有钱啊？这西服的质感光泽看起来就不便宜。你看他手上的表，百达翡丽，我在杂志上看到过，8位数呢。他到底是谁啊？在一片议论声中，他走过来，一把将我揽入怀中。你怎么这么快？我诧异地说。他瞬间垮了脸，眼底闪过一抹危险的光。我哪里快？我怕被人拍下亲密照片，轻轻推开他。不是，我是说飞机。从迪拜回来起码要8小时，这才过了多久？他言语间隐隐有怒意。我要是不来，你是不是就要给这个垃圾机会了？那倒不会。我推着他往外走，这里人多，回去说。干嘛推我？想把我藏起来啊？我见不得人吗？秦心死死地盯着谢怀洲的脸，突然尖声笑起来。我还以为是谁呢，原来是个吃软饭的小白脸啊！呵，许青竹，你也就这点出息啊？难怪他不肯做演员呢。我说呢，做演员哪有傍富婆来钱快啊？现在男模都开始走禁欲系路线了。许青竹，你挺会挑嘛，有钱就能包的男人也没什么了不起的。刘婉莹撇了撇嘴，谢怀洲停下脚步。是啊，有钱就能包，可惜你们连钱都没有。哈哈，顾墨大笑，吃软饭吃得理直气壮。许青竹，你的男人不怎么样吗？什么锅配什么盖，就算你再怎么厉害，也改变不了你低贱的出身和浅薄的见识。我回过头，是吗？那你为什么还要跟在我后面捡呢？顾墨，你疯了！啪！顾远气昏了头，抬手给了顾墨一巴掌。对不起，许总，我回去会好好管教他。青竹，赵佳玉咬着牙追了上来。我有话想跟你说，如果你是想问我项目的事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伸手示意他止步，不投这个项目，是因为它没有投资价值。你们所谓的卖点一点意义都没有，能够消费得起奢侈品的群体
大部分都是到店挑选当季新款。你不如问问你的妻子，她会成为你平台的客户吗？还有，你拿什么筹码去跟那些眼高于顶的品牌谈入驻呢？没有品牌授权，谁敢在你这里买东西？平台靠什么盈利？就靠一个收益差纠纷多的二奢交易。这样的项目，要不是周总私下发给我，连实习生那关都过不了。不是，我想跟你说声对不起。我知道以前的事对你造成了很大的伤害，但那些都是顾墨做的，跟我没关系。赵佳玉，你什么意思？顾墨黑着脸，咬牙切齿。你再走一步，我们就到此为止。你还好意思说？要不是你蛊惑我，我根本就不会跟青竹分开。赵佳玉走过来，充满敌意地看了谢怀洲一眼。这种小白脸有什么好的？除了一张脸长得还行，要文化没文化，要内涵没内涵。青竹，你愿意再给我一个机会吗？哈哈哈哈！宴会厅里响起了崔浩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声音，笑死我了！不是，你们真以为他是小白脸啊？好歹上网冲个浪啊！谢怀洲脸上扬起了得意的笑，夸我？什么情况？我茫然。崔浩把手机抛给了我，看到帖子的我一头黑线。百年企业谢氏独子高调求爱，然后放了一张谢氏集团转发谢怀洲微博的图片。谢怀洲，我的大娶青竹，底下是我像个仓鼠一样嘴里塞满汉堡的照片。那是我们一起在西餐厅里打工时他偷拍的。知道他其实是被家里丢出国磨砺的富家子弟，是回国后的事。奶奶留下的钱不多，到了国外我也还是得找兼职养活自己。他刚来的那天，就因为长得太好，一个金发女生多看了他几眼。后来他去送餐时，坐在另一桌的男生对他做了眯眯眼的歧视动作，还出言羞辱。他当时有点不知所措。我上去要求那个人向他道歉。我们是亚洲面孔，被歧视是常有的事。他问我为什么面对这些羞辱能如此的无动于衷。习惯了，那些人来来去去就那几句不痛不痒的，跟国人骂人的花样比起来，简直是小儿科。我说，他腼腆的笑笑，好像也是。餐厅不包餐，我都是自己做饭带去的。每次吃饭时，他都盯着我的碗。有一次，我看他馋得直咽口水，便问他要尝尝吗？结果一尝就吃了大半碗。对不起啊，我好久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中餐了。他小心翼翼地看着我，那个，以后能不能麻烦你多做一点，给我带一份，我可以给你钱。不久后，他说他寄宿的家庭出了点意外。他得另外找房子，但又无力独自承担高额的房租，想跟我合租，顺便还能蹭几口饭。我深知背井离乡独自生活的不容易，便同意了。我们每天一起上学，一起打工，晚上一起做作业，久而久之就睡到一张床上了。卧槽！谢氏那个没有上市，靠硬资产上富豪榜的纯家族企业，做拥护上半边天的那个谢氏吗？听说谢氏继承人还是个超级牛逼的科技新贵，手握10几项国际专利，去年刚以个人名义捐了2亿件科研实验室。崔浩笑嘻嘻地说，对呀，你们说的就是这位要文化没文化，要内涵没内涵的小白脸。赵佳玉的脸变得煞白，看着手机喃喃道，不可能，这不可能。呲，一杯红酒从他头顶倒下，滚，你这个孬货！顾墨气得手都在发抖，你这个没脑子的！两人扭打在一起，然而没人管他们的闹剧。班长走过来，笑得一脸谄媚，青竹啊，你看我都还没有你的微信呢，以后常联系啊。我以前就说过，青竹是我们学校的校花，
长得又漂亮，学习又好，以后肯定有出息。那是，刚才看到她的时候，我都吓了一跳，跟仙女似的。同学们纷纷表演变脸绝技，但我没有心情欣赏。看我脸色凝重，谢怀洲捏了捏我的手：“安啦，我家里知道我们的事了，他们很高兴。你也知道，我不喜欢生意场上的弯弯绕绕。上次我忙着搞研发，没看清楚合同就签了，还好损失不大。要是让我接管，估计没多久就能给他们败光。他们巴不得你来管呢。”我心中的巨石终于放下。真的吗？当然，我这次回家就是去摊牌的。你居然骗我！你没去迪拜啊？他狡黠一笑，那不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吗？许青竹，是朱婷的声音。她死死攥着裙摆。你上大学时偷东西的事，他知道吗？你别被他给装到了。他人品败坏，上学的时候偷默默的手链，在宿舍还偷朱婷的衣服穿。我说这些就是提醒你看清他的嘴脸，他跟你在一起就是看上你的条件。秦心紧紧握着拳头，眼睛极度的发红。谢怀洲侧过头，像看垃圾一样看他们。有没有人说过你们很丑？由内至外的丑。两人愣在原地，脸上的表情比吃了粪坑里的蛆还难受。总统套房里，谢怀洲一脸傲娇的邀功样。我今天表现怎么样？不错。我在看酒店管理的述职报告，心不在焉地说。下一秒，笔记本电脑被他一手合上。他半眯着眼，只是不错吗？我看到了他眼底划过的一抹暗光，连忙竖起大拇指。非常棒，歪瑞古德，是吗？他轻轻勾起唇角。还有更棒的啊！等等，这里没有。我话还没说完，眼前突然出现一个红色的小盒子。他眼角溢出笑意。你刚在想什么？没什么。我看着红盒子，开始转移话题。你这……我还没做好准备。他突然放下盒子，一把抱起我。不用准备了，现在先办正事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